人類最瘋狂的探測器，它第28次衝向太陽，到底發現了什麼？就在幾天前 ，NASA 公布了一條消息，帕克太陽探測器再次完成近距離掠日飛行，這是它第28次掠日。如果只看新聞標題，你可能會覺得，不就是又靠近太陽一次嗎？有什麼稀奇的呢？但事實上，這條新聞背後藏着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一項太空探索計劃。因為直到今天，帕克探測器仍然保持着3項無人打破的記錄：人類最快飛行器、距離太陽最近的人造物體，以及人類歷史上第一台進入恆星大气层工作的探測器。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它的目標居然是衝向一顆溫度數百萬度的恆星。好奇的你肯定要問了， NASA 為什麼一定要靠近太陽？這台探測器到底有多牛？它這些年又發現了什麼？哎，這你可來對地方了。今天我就把帕克探測器掰開了揉碎了，一次性给你講個明白，滿足一下你的求知慾。先考你一個小問題，飛向太陽很難嗎？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太陽就在太陽系中心，朝着它飛不就行了？事實上，飛向太陽比飛出太陽系還難，是不是有點反直覺？原因在於地球本身正在圍繞太陽高速公轉，速度大約每秒30公里。也就是說，當火箭從地球起飛的時候，天然就帶着這個速度，所以探測器並不會直接掉向太陽，而是繼續跟着地球繞太陽轉圈。這就像你坐在一輛時速100公里的汽車上，想把一個小球扔進路邊的井裡，最大的難題不是怎麼往前扔，而是如何先消掉汽車本身的速度。對於帕克來說也是一樣，他最大的挑戰不是加速，而是剎車。為了靠近太陽 ，NASA 足足設計了7次金星引力輔助飛行，利用金星一次又一次幫它減速，整整用了6年時間，才逐漸把軌道壓縮到太陽附近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帕克並不是飛向太陽，而是在慢慢墜向太陽。但真正讓科學家感到震撼的，還不是它如何靠近太陽，而是它居然能活下來。在距離太陽最近的時候，帕克距離太陽表面大約620萬公里，僅僅相當於地球到太陽距離的1/24。此時它承受的太陽輻射強度超過地球軌道附近的500倍。如果把普通衛星放到這個位置，幾秒鐘就會徹底報廢。而帕克之所以能夠生存，靠的是它前面那塊著名的隔熱盾，厚度約11.4厘米，由碳複合材料制造。每次接近太陽的時候，探測器都會讓盾牌始終對準太陽。最神奇的是，盾牌正面溫度可以超過1300攝氏度，足以融化許多金屬，而後面的儀器艙卻能維持在30攝氏度左右。簡單來說，前面就像是煉鋼爐，後面則是辦公室，這是現代航天工程最牛叉的設計之一。當然，NASA 冒這麼大的風險，不是為了測試隔熱盾，而是為了回答幾個困擾科學界幾十年的問題。其中第一個就是著名的日冕加熱問題。這個問題已經困擾天體物理學界超過80年。按常識來說，離火源越遠，溫度應該越低。你站在篝火旁邊，肯定比遠處更熱，對吧？但太陽偏偏不講道理。太陽表面溫度大約5500攝氏度，可更外層的日冕溫度卻高達上百萬攝氏度，甚至更高。這就像什麼呢？就像你家爐子表面是500度，結果幾十米外突然變成100萬度，完全違反直覺。幾十年來，科學家提出了各種理論，磁重聯、阿尔芬波加熱、湍流耗散，但始終缺少最關鍵的證據，因為過去所有探測器都離太陽太遠了。而帕克第一次把實驗室搬到了太陽身邊。第二個問題，太陽風到底從哪裡來？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太陽風之中，太陽不斷向整個太陽系噴射帶電粒子，這些粒子形成太陽風，最終吹過地球，吹過火星，吹過木星，一直吹向太陽系邊緣。過去，科學家只能在很遠的地方測量太陽風，就像站在河流下游猜測上游發生了什麼。而帕克不同，他直接飛到源頭附近進行原位測量，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太陽風誕生的過程。而就在執行任務期間，帕克發現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科学家把它稱為 switchback， 中文一般翻譯為磁場折返。簡單說，太陽磁場有時候會突然發生接近180度轉向，仿佛高速公路上的車輛突然集體掉頭。
在帕克出現之前，沒人知道這種現象真實存在，而現在科學家認為，這種磁場折返現象很可能與太陽風加速機制直接相關，它甚至可能是解決太陽風起源問題的重要線索。如果說前面的發現已經很厲害，那麼接下來這個成就足以寫進人類探索史。2021年，帕克探測器穿越了一個特殊區域——阿爾芬林界面，這是太陽大氣和太陽風之間的重要邊界。過去幾十年，科學家一直認為它存在，卻沒人真正抵達過那裡。直到帕克穿越這條邊界，人類第一次進入了一顆恆星的大氣層。請注意，這不是比喻，也不是文學修辭，而是真實發生的科學事件。人類第一次觸碰到了一顆恆星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帕克不僅發現了新現象，他還改變了很多舊認知。過去，科學家認為阿爾芬林界面像一道固定邊界，結果發現它的結構遠比想象複雜，會隨着太陽活動劇烈變化。過去，科學家認為太陽風相對平穩，結果發現裡面充滿各種細尺度磁結構。過去，科學家認為太陽外層環境比較均勻，結果發現那裡更像一個不斷翻滾沸騰的磁場海洋。換句話說，帕克不是在補充知識，而是在改寫太陽物理學。還沒睡着的你又要問了，這跟月薪3000的我有啥關係呢？我告訴你，其實關係非常大，因為太陽風暴會直接影響現代文明。GPS 導航、衛星通信、航空運輸、深空探測，甚至大型電網都可能受到太陽活動影響。科學家一直希望建立更精準的空間天氣預報系統，就像今天預測颱風一樣，提前預警太陽風暴。而帕克收集的數據正是這一切的基礎。未來你要登陸火星、建設月球基地，甚至建立遍布太陽系的航天網絡，都離不開這些研究成果。你說跟你有沒有關係呢？再說回來，帕克從2018年發射升空到今天完成第28次掠日，已經飛行了將近8年。他創造了人類最快飛行記錄，最高速度接近每小時70萬公里。如果按這個速度飛行，從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不到6秒，從地球到月球大約半小時。他創造了距離太陽最近記錄，成為第一台進入恆星大氣層的探測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正在幫助人類回答一些關於恆星最根本的問題。你可能覺得探索宇宙最浪漫的事情是飛向遙遠的星系，尋找外星文明，研究黑洞。但我覺得有時候最困難的探索，恰恰發生在離我們最近的地方。太陽陪伴了人類文明數千年，可直到今天，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它。而帕克探測器就是我們人類伸向太陽的那只手。或許很多年以後，當我們能夠像預測天氣一樣預測太陽風暴，當火星基地能夠提前避開高能粒子襲擊，當整個太陽系建立起穩定的航天網絡，你回頭再看，也許會發現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這台一次又一次衝向太陽的探測器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。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